商务舱旅客优先登机，所以我现在下来等待喽。台中的飞机的话，目前星宇都还是以团客居多啦，刚刚后面都是团客，对。好啦，希望今天商务舱的人不要太多，给大家好好的记录一下这个新航线，台中要到神户喽。好了，我们今天要搭 JX306台中神户，现在要登机喽。今天我的座位是2A， 然后一上飞机呢，就看到今天因为这个新航线，就有这个新的礼物喽，为这航线特别准备的 Shiseido 的 Ginza。是3个护肤组，跟我们的迎宾饮料一起，还有热毛巾。那今天我非常的幸运，今天商务舱8个坐7个，但我旁边是空着没人的。感谢星宇，这样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不怕吵到别人了。还有一张特别制作的卡片呢，很用心哎，还有一张 VIP 的邀请卡呢。哇，这整套做得很足哎，跟资生堂合作得很好。看来回国去台北还要去一下才行了。好了，那我们来把星宇的 A321 Neo 的座位的设施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触控萤幕的话，它是非常的顺畅的，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电影，选择还蛮多的，以载体科技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看一下，我搭飞机的话，我们都会看 Map 的部分。对，我们今天就是从台中 RMQ， 然后要飞到神户 UKB， 这是我们今天的航程。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吧。那今天的飞行时间的话，大约2小时15分钟，就会从台中飞到神户了。那我们现在刚起飞没多久，应该准备要飞离台湾了。我们现在应该在台北上空。那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萤幕，那看这个地图的话，也都是可以像这样子操作的。对，确实这个系统是相当不错啦。对，萤幕也都很好。然后像这边的话，各种字体也是都有的。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对，是有这些游戏可以玩。安全带。ご着席の際は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とお締めください。シート電子タバコのご使用も禁じられております。また航空法により化粧室内に設置された煙感知器を破損する行為は。那这个座位其实是可以平躺的。脚部空间是非常足够的，像这样，就我现在脚伸直，对我身高180，我现在伸直也还碰不到底。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然后桌板的话在这里，待会儿用餐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萤幕的机器。那充电插座的话是在我们转身的后方，所以我们现在转过来，在这边还有一个空间。在座位的后方，所以充电插座在这里，那各种插孔都有，不过这个就少了 Type C， 它只有 Type A 而已。对，然后跟耳机孔，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因为新飞机的话应该是要有 Type C 是比较合理的。对，那座椅的部分还算蛮舒适的。载体客机部分现在也是越做越卷了，对，像国泰那个321不能躺平，那其实就已经是不行了。像星宇的这可以躺平，华航的我记得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印象当中，我坐过第一台的载体客机是可以全平躺的，是卡达。卡达在蛮早的时候，疫情之前那一年我去俄罗斯的时候，搭往莫斯科跟圣彼得堡的时候，那时候卡达的飞机的320就是做了一个可平躺。那是很久了，那是疫情前，所以可能是2018或2017的事情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第一台的载体客机商用，然后商务舱做可平躺，我不确定。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全平躺的载体客机在2017、18就已经出现啊。大家知道卡达商务舱一向都非常强嘛，那除了 Q Suite 之外，它其实载体客机可以平躺，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那时候我去体验。
那现在到了2025年的话，很多航空公司新进的飞机也都做的是可平躺的设计，它乘体感是非常舒适。除了就是跟隔壁稍微近了一点之外，其实这个的话，躺平睡觉，这个我想到搭个5-6小时是完全没问题，会是非常舒适的旅程。而且321neo WiFi 都是好的哦。那我们就等一下餐点，我们先来去看一下厕所。那厕所部分的话，就跟321neo一般来讲比没什么差别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洗手台，对，那备品用的话是这一款的，对，然后有给漱口水跟毛巾，还不错，有漱口水，有牙签，这倒是蛮好的设计。对，然后免治马桶是没有的啦，这个是只有日籍才有的。对，然后这个花我们检查一下，好，跟星宇一贯都一样，是假花不及格。我不知道为什么星宇处处都很用心，上次搭那个359-330也是一样，这个花为什么用假花？假花干脆不要放好啦。对啊，这个假花真的是不太行。其他这些部分的话，这些备品用的话倒是还不错。我们把这牌子照一下，对。然后这是 THANN 的，对。那厕所的香味是不错。好了，我们的餐食部分来了。那这一条航线上面目前有2个选择，一个是这个亚洲风味，这是寿喜烧，是牛肉；那另外一个是西式料理，是烤鸡腿。那我想搭星宇的话，选牛肉绝对是没有错的。那小菜的话，从左上角依序是猪肉，然后再豆腐，再香菇电煮，然后主餐的话是寿喜烧，然后昆布汤、白饭跟腌制的渍菜。饮料部分，我点了一杯橙香迷雾招牌的调酒，再来就点了一杯 Chablis， 也是我很喜欢的白酒的口味。好，那我们就来试吃时间喽。以商务舱餐食来说，算相当不错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有比去年的星宇和 cost down 一点，就是我觉得去年的餐食更好。好，我们来吃一口牛肉，寿喜烧的牛肉。寿喜烧非常好吃，我觉得星宇飞东南亚，像我上次飞越南，我觉得餐食更好。橙香迷雾来喝一口，这蛮好喝的。然后这 Chablis 是我蛮喜欢的白酒，就是如果没有 Sauvignon Blanc 有 Chablis， 我会点 Chablis，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香浓，在飞机上面味蕾比较弱的时候喝起来，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国泰的头等也很喜欢配 Chablis， 我很喜欢。甜点跟水果部分它一起上，然后还有咖啡，星宇的咖啡不错，这是日式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对，我们来吃一口这个日式果冻吧。果冻还好，水果都很甜，很好吃。希望星宇的餐食可以好好的维持啊，不要 cost down。那我们现在把甜点水果吃完，我们等一下再来躺平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321neo载体客机座椅放到全屏的话是什么样子呢？就会像这样。大家看到这其实是真的是完全是全平躺的，然后位置我觉得还算宽敞，而且前面脚部空间也是不会卡脚的，是很舒适的。好，大家看一下，这是全平躺的状态。我现在整个人躺进来了，看到这个脚的位置还有这么多，觉得还有这么大的空间，所以这个翻身的话是没有卡脚问题。这个翻身，你看像这样翻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枕头，我觉得支撑力还算不错。躺在这边就像这样，其实也蛮舒服的啦。对，它这个商务舱的平躺还是不错的。对，然后像今天商务舱乘客的话，后面有一整排都是不用餐，直接睡到神户去。对，所以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商务舱是可以真的好好休息的。讲到这个商务舱，这个321neo可以平躺哦，我们就真的要嘴一下那些还在使用大板凳的航空公司。对啦，国泰就在说你啦。虽然我是国泰钻卡，这么支持国泰，可是我才受不了国泰的那些板凳耶，330板凳跟773板凳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看到新闻就写说那个国泰的那个773、330说要改舱，我眼睛一亮，我想说，哇，国泰终于良心发现要改舱了吗？结果点进去，我真的是傻爆眼。说要引用尔雅商务舱的装潢概念，然后要改舱，改舱完图片板凳还是板凳啊，只是从现在大板凳变成尔雅板凳。然后我真的是
有点失望，对，蛮失望的。像新航就真的是它全机队的宽体客机，完全没有板凳，都是可以平躺的。这一点国泰真的是要好好加油，希望板凳可以消灭。对，我们要有个消灭板凳大作战。那当然还有啦，长荣321、华航738、华航330是最可怕的3大板凳。国泰330和773。稍微好一点点的板凳，可是也还是板凳。对，目前商务舱全部都可以平躺的就是星宇。对，那这个真的是不错，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对，希望大家都越来越竞争，好好努力一下，给旅客们更好的体验。好啦，那我们今天机上的设备啊、荧幕啊、餐食啊、座位啊、厕所啊，都给大家看过一轮了。我们等一下就等快乐的降落神户喽。现在正在穿过4国，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边是高松。那我们现在就是穿过4国高松之后，就会直接穿过濑户内海，由神户降落。那现在我们就已经过了高松喽，那现在就直直的往北边穿过濑户内海了。前面看到这个就是神户机场，对，我们现在是要绕一圈，然后从跑道另外一侧降落。神户机场目前国际线这边还没有空桥，国内线才有，所以国际线的话要使用接驳车。对，那星宇的话就是派2台车以上喽，所以我们这是商务舱先下，那今天商务舱的乘客就坐一台这么大的车子，我们会先入境。那相信这样子等下入境应该是会很快啦，对，因为商务舱单独1辆车。然后大家看到前面那个地勤穿的是 ANA 的制服，在前面黄色背心是 ANA 制服。那至于为什么 ANA 制服呢？我们下一集再来说。对，前方那边就是国内线的航厦，那边就是有空桥的，所以飞机停在那边。不过国际线的话，应该是有额外的通关的一些设施，所以会拉出来另外处理。虽然没有空桥，不过商务舱单独1台车这样子也还算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远远的再照一下我们的飞机喽。